Hello， 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到本期的谢新月塔罗占卜。那今天呢，我为大家带来的这一期占卜主题是要来看一下未来的你是有多么的成功，哪些方面会最成功呢？那我们今天呢可能会涉及的这个能量的方面可能是有关于你的个人成长，可能是有关于你的事业或者是财富，那也有可能呢会涉及到你的情感或者是你的家庭情况所以说今天呢我们会看的方面可能会因为你的个人的能量不同而轻重比例有所不一样，但是我们会大概在个人成长事业财富和情感家庭方面去给大家做一个比较全面的连结。我们来看一下未来的你呢是有多么的成功，希望所有的朋友呢都能够获取你的成功，都能够找到自己在这一个我们所谓的生命当中最想去闪光的那一个点，让我们呢都可以在前行的这个道路当中获取更多的自信，找到更多的信心，让我们在前往成功的道路当中呢，在当下的每一天，我觉得是开心快乐，并且是自信勇敢的去生活。所以我们今天的最后我们在抽牌的环节，那么我也希望能够为大家去连接到当下对于这个未来成功的道路宇宙给你的指引或者是提点。好了，那如果你对今天的占卜感兴趣的话呢，我们就来进入到今天的选牌部分。那么今天的选牌呢，还是和往期一样我呢也提前的收集了一下你们的能量还有信息，然后呢把它们分别放在了你面前的这3副不同的塔罗牌里。我们呢从左往右分别是第1组、第2组，然后呢是第3组。从左往右分别是第1组、第2组，然后呢是第3组。好，第一副牌的朋友呢，这边我为你们选的能量宝石是这个琥珀方解石。琥珀方解石好。然后呢，第2副牌的朋友这边呢，为你们选的能量宝石是澳洲红碧玉。第3副牌的朋友，这里为你们选的能量宝石是你面前的白水晶。好，那为了方便你呢，可以跟每一副牌的能量进行一个好的能量上的连结。接下来呢，我会建议你和我一起做一个简单的冥想。好，让我们一起闭上眼睛。深呼吸，我们来连接一下宇宙的能量，然后呢，让我们一起来问宇宙：宇宙，请你告诉我，未来的我是有多么的成功，哪些方面会是最成功的？请宇宙从个人成长、事业、财富以及情感家庭的方面给我指引，给我提点。感恩宇宙。好，深呼吸，睁开你的眼睛，看向你面前的这3副不同的牌组，用你的第一直觉去感应一下，究竟哪一副组牌，或者是哪一颗能量宝石，在当下跟自己最有对应、最有连结。那由于我们今天呢是一个大众占卜所以有些朋友呢在连接这个牌卡能量的时候，如果对其中的某一个宝石和另外一组牌呢同时都非常有感应，或者是直接跟2副牌组都有感应的话我会建议你2组牌的信息呢都听听看，因为有可能你的能量和讯息确实是被分在了2副不同的牌组里面。也就是说，你点开2副牌的能量来听呢，你都可以找到跟自己有对应的讯息。好的，那如果你已经选择好了属于你的牌组，我们就一起来看未来的你是有多么的成功，
哪些方面会最成功呢？那我们待会儿见。Hello， 大家好，欢迎选择到第一副牌的朋友。那首先呢，让我们来看一下你们的能量宝石，这里是一个琥珀方解石，带有非常强的那种稳定感哦。来，我们把它先放一边，很温暖，很稳定，也很圆润哈。来，我们看一下，我们今天要来连的呢是说未来的你有多么的成功，哪些方面呢会最成功？那么让我们来先看一下第一副牌的朋友来自你们当下的一个能量吧。我们来看一下来自你的能量啊，我们先来连接一下你的能量信息。感恩宇宙。好，第一张我们看到的是星星牌的正位。好，先讲一下吧。这个星星牌，其实我感觉到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的能量在告诉我，我觉得你们一直都是一群非常积极、非常阳光的孩子。你们的能量给我的感应是很平静的、很平和的。在这里呢，我觉得你们有对于一些精神的，还有一些所谓的自己理想的东西啊，我觉得是有很高的追求。也就是说，在星星牌这里，我觉得你们是一群比较注重精神的人。比较注重精神的人，这个精神对于你来讲可能是各个方面但是呢，我感应到的是一种对精神世界的一种追求，以及对理想世界的一种，我觉得是认定吧。就好比讲，可能每个人他不一样，有些人对于某些事情他的观点可能会因为别人的一些想法会发生影响和变化吧。但是呢，我这边相对比较来讲的话，我觉得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对于很多事情自己的观点是蛮强烈的，不容易轻易的被别人改变而且呢，在这边我也听到了你们的梦想，或者是你们所谓的这种精神追求，它比较的高，比较的远，甚至可以讲它很大也许并不是一个自我的一个感觉，而是说更加关注的是一个群体可能是有更多的人，更多的生灵，更多的一个维度我觉得是囊括其中。这张牌就是我看到的星星牌。好，我们继续来看来自你们的能量OK， 第二张牌是圣杯一，这张牌给我的感应是说，你们可能是和平的爱好者，你们的情感很丰富，你们很容易感动，也很容易被感动。OK， 圣杯一。在这里我看到了善良，我看到了超强的直觉能力和共情的能力圣杯一，我还看到了是对于某些事物，对于某些我觉得是某一个对象，这个对象并不一定是人可能是你的理想，你的追求，我觉得是一种强烈的热爱。Ace of Cups而且这张牌也告诉了我，你们是黑马，就是你们是属于非常非常有潜力的人。1号牌它也在讲的一个 beginning 开始 initiation， 以及我们在讲一个整体的全部的一个开始，也就是潜力你们是种子选手种子选手就是你们是种子，你们是非常我觉得是有温暖并且对未来充满希望的种子。那么你们无论现在此时此刻的心理，对于接下来你们想去发展的，你们想去做成的事情无论它有多大和多远，你们一定要相信自己，因为我看到了你们身上的无限潜力，好不好？来，最后一张牌 OK， 最后的一张牌是最高女祭司。这张牌我听到了很强烈的一种理性以及抽离。这张牌在说，有一部分朋友是这样子的，在这个社会的里面，在社交圈里面有的时候你可能会跟别人持不同的观点，有的时候你们可能会有一个自己非常独到的见解，甚至有的时候你还会觉得自己是不是有一点不合群体，或者是不合大众群体。这一切的能量都在指向着你是一个很特别的灵魂，你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人，在思想当中，在对待事情的一些看法当中每个人的这个理解的这个能量以及
站在什么样子的高度去看都是不一样的。那么最高女祭司让我看到是你是一个直觉能力很强的人，你是一个非常有自我主见的人，而且在这里其实你自己的内心啊，它包含着一种强大的智慧库。这个东西有可能是你，比方说你的祖先传递给你的，它印刻在你的 DNA 里面。也有一部分朋友呢，我看到是你累生累世我们所谓的循环当中，或者是轮回当中啊，你的经历，你曾经是一个很非凡的人，你曾经是一个非常厉害的角色，所以你的认知程度本身在你的潜意识里是非常厉害的。黑色代表着力量，无限的可能，对吧？所以有些东西可能你来到我们的这个星球，来到这一生，来到这一世，你所能看到的，你所能理解的，以及你意识层面的东西，可能会跟平凡人和普通人很不一样。所以第一副牌的朋友，我能够感应到你们是一群很特别的人，你们是非常特别的一个族群。你们来到这个我们所谓的这一生这一世的话，一定会有你们的使命，一定会心中有一个愿望，或者是想要去做成的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呢，会在你们的心里成为你们力量的源泉，也会是你们爱的表达的一个方向。所以说第一副牌的朋友啊，在我们今天所连接到的能量里啊，我看到了非常厉害的一种感应啊。那么还有一些朋友呢，其实我也会觉得，也许你们跟精神灵力，跟比方说占卜神学、道家或者是玄学 ，OK， 可能会很有感觉会很有感觉。我这边其实听到了很多女祭司的感觉啊，女祭司的能量，包括这张女祭司的牌也出现了。那么也会有一些可能男性的朋友吧，在这边可能对一些精神领域的东西也是非常非常的有感觉的啊。那么我觉得你们的这个能量啊，如果你们很喜欢，你们很想去发展的话，我觉得这个是你们可以去做的事情非常的，我觉得是有这方面的特殊的天赋。好，那我们现在呢连接了一些关于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的一些具体的能量那我们现在呢就来从各个的方面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未来的你是有多么的成功，然后呢有哪些方面的成功，哪些方面呢会是最成功的。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一副牌那我们今天呢也会从各个方面去解嘛，所以我们来一点一点的看，一点一点的去打开这个能量好，第一张牌呢是地球，在混乱当中去找到这个稳定。这张牌呢给我的能量感应是说，第一组牌的朋友，你们的能量频率其实很高，但是呢你们要做的事情却是在地球上去完成的。当然我们这个都可以感应得到我们都在地球上，但是呢我觉得你们要去服务的对象其实是我们的地球人。也许你们的能量很高，你们的能量是属于那种可以去连接更高的频率但是呢你们要去服务的对象是一些很普通的人，或者是他们在地球的相关事物当中很挣扎，他们在地球的物质世界当中可能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力量去解脱，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力量去突破。那么你们呢可能会充当这样子的一个族群的精神领袖。OK， 你们要在地球的这个维度里去找到生活的平衡，去找到生活的稳定，从而呢去实现你们的，我觉得是伟大的目标，或者是很厉害的一个理想。OK， 那么在地球上呢，有一些人，有一些事，有一些规则，有一些规范，可能跟你的意识层面的理解会大不相同，或者是很难的去适应，很难的去迎合，或者是认同。但是呢宇宙在讲既然你来到了这个地球，那么有些东西呢就是既来之则安之，你要在地球当中去跟土元素的能量进行一个连接，能够去了解这个地球的规则，并且能够适应地球的规则，带着怜悯和悲悯的心去看这个地球的人们所可能吃的苦所受的罪然后呢你再通过你的能量去连接，我觉得是更高意识层面的一些讯息和指引，来帮助他们，同时呢也让自己在地球生活的更加舒服，更加的稳定，也更加的积极和阳光。好，我们来看第二张牌，未来的你是有多么的成功。
第二个呢，我们看到的是太阳。这张牌讲的是未来的你，第一副牌的朋友将带来就是我们所谓的万丈光芒啊，就跟那个太阳一样，带来的是万丈光芒。它将带给你的是名声啊，就是我们在讲你会很有名气哦，然后呢会给你带来财富、好运。所以第一副牌的朋友，其实你们很有可能所从事的职业，或者是你们接下来会去成名的领域，将会是一个精神领袖。那么至于这个精神领袖会在什么样子的地方，我觉得是展现出你的能量，我们等会儿会看。但是我这边呢感觉到也许是跟你感兴趣的一个 topic 一个话题感兴趣，比方说也许你很关心的是孩子们的教育，那么有可能你就会在这个方面去学习，也会在这个方面去发挥你的一个热度。那如果你对的是比方说地球上的人们对于一些比方讲这个公平啊不公平啊，对吧，社会道德或者是社会的这个小众他们的这种没有被社会大的群体所包含，那么也许你会对小众人群发声，比方说他们是被社会孤立的，或者是他们并没有被社会的一个很多人去认同或者是包含进去，那么也许你会帮助这些人发声，你会去也许写书啊，也许会去做一些演讲啊，对不对？那么也许你会在这个地方去有你很独到的观点，去帮助你想帮助的人。我这边听到这种所以你的社会服务精神，你对社区，你对不同族群的感兴趣的那种人们可能会有你天命，或者是有你的这种人生的这个事业道路它的能量是相互对等的，它会连接在一起。这个是太阳，所以我们去连接这个土、这个地球和太阳的能量在一起那么我可以感觉得到，第一副牌的朋友，如果说在你生活当中，无论是你的童年时期，还是说你的当下，或者是你所经历你看到任何你觉得很苦难的人们，或者是你看到你自己生活可能过得很不舒服，或者是你觉得过得不容易的地方，其实他们很有可能这种苦难正是你去发掘光亮的地方。也就在讲这个光它是从缝隙当中穿过去的。如果一个东西它很完整，它很平整，它很封闭的话，那么光就没有办法去投入进去。而你的生命当中，我看到这个成功就来自于你可以在裂缝当中去折射你的光芒。也就是说，哪里有苦难，哪里你就可以去，比方说给出你的光亮和力量去帮助他们。你在生活当中哪个地方你觉得很苦，或者是你在生活当中什么地方有这种遭遇你觉得是非常不公平的，你觉得是非常不对的，那么这里也将是你可以在这个地方，我觉得是达成自己天命，成就自己一番事业的领域那么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如果你小的时候也许这个童年时期父母跟你的影响你觉得非常的不好，或者是这个孩子时期的遇到的教育系统你觉得是有问题的，那么你可能在未来长大之后就会在这些领域去关注，去写东西，或者是去发声。那么你要去帮助的可能跟你小时候经历的那些事情是息息相关的。你想帮助那些孩子，或者是你想帮助那些人不再去吃你受的罪，不再去吃你受的苦，所以你的阳光，你的这种光亮会帮助你去不仅仅是实现你的梦想，帮助这些人，同时呢还会让你名声大噪，还会给你带来巨大的财富。所以你看第一副牌的朋友，你的事业或者是你的人生的这个我们在讲它的成功之路其实直接是在指向着问题，要么这个问题是你亲身经历，要么这个问题是你长大之后你看到了，你观察到了，你想去帮忙。那么这里将会成就你的事业，成就你的天命，成就你的名誉，也将成就你的地位和财富这个是我看到的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能量信息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二副牌，我们继续来看未来的你有多么的成功，哪些方面呢会最成功。我们来看一下选择到第一副牌的朋友，
请宇宙给我们指引，感恩宇宙。OK， 今天的第一张牌呢是16号牌，我们这里是 Personal Boundaries, Choice, Empowerment。好，这张牌呢，它讲的是自我，也就是说，第一副牌的朋友啊，也许有这样子的一段时期，你可能觉得你自己仿佛是没有选择的，也许有这样子的一段时期，你可能觉得自己好像没有办法去，就是很强硬的，或者是很坚定的把自己的内心的真实想法给说出来。如果你有这种感觉的话，请你不要害怕，因为我看到是这个你觉得自己有点弱的地方，或者你觉得自己这个地方可能有一点不够厉害的地方，它反而会是你之后最成功的点啊。人呢，有的时候真的是非常有潜力，我们在看向自己的时候，可能会有的时候非常清楚知道，也许自己哪些地方有一点薄弱，有些地方可能是还可以的，有些地方是非常厉害的。那么每一个人呢，在接下来的成长以及潜力的发挥等等呢，他会不一样的去运用。有些人呢，可能会把他的短板直接回避掉，或者是规避掉，然后一条路使劲的去发扬自己的长处和优点。但是也会有这样子的一群人，非常的清楚自己的不足，或者是对自己的这个短板非常的在意，不喜欢。那么这样子的一群人，可能会在生活的接下来的方方面面就是不断的在这方面去探索、学习，以及找到这个所谓的问题的关键和本质，并且去我们在讲克制它，或者是抑制它，或者是让这个地方成长起来把自己的这个薄弱环节给补足。那么这张牌呢，我看到第一副牌的朋友，你未来的这个成功将会是你可能你前期我觉得是性格当中的一些比较软弱一点的地方，或是你自己认为的短板。这个短板看起来好像是你薄弱的环节，但是呢，你却能够在接下来的我觉得是自我成长以及不断的跟外界我觉得是发生碰撞，跟外界的能量发生摩擦的这个过程当中，让自己不断的变强，让自己不断的去突破自我的极限，让自己不断的去让自己明白究竟怎样的去表达自己，怎样的去树立自己的形象，才能够真正的去解决这个问题。这个能量跟我们这边看到的地球和太阳的能量，我觉得也非常的有对应。也就是说，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其实不要去看自己的这种所谓的性格里的柔弱，这恰恰是你刚强的地方。这一份柔弱反而使你去不断的，我觉得是用你的这种力量去勇敢的面对它，并且不断的去学习、成长和发扬。你会在这个地方越来越发现自己的这种潜力。1号牌，你们是潜力的种子，你们是潜力股，你们是种子选手。所以一切的一切，只要给你们一个契机，给你们一个开始，给你们一个苗头，你们就能够在这个地方不断的去成长，并且把这一块地方变成一个参天大树。所以我看到第一组牌的朋友，未来的你在性格方面其实是非常厉害的一个角色，你们可能是别人的领袖。OK， 你们会有强烈的这个边界感，不让别人轻易的踏你的底线。你们会在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当中，在这个繁杂复杂的社会里面去勇敢的真实的做自己。你们不仅仅能够让自己发光发亮，像太阳一样的去光亮和滋养自己，疗愈自己，你们还可以把自己的这份光亮、勇敢和力量传递给别人。你们是能够使别人拥有力量的人。你看你们多厉害，你们能使别人有力量。那么这个能量带入到我们刚才看到的能量讯息是在讲什么呢？有一部分的朋友也许你们接下来会帮助的这个族群跟你们可能之前的经历跟遭遇很像。打个比方，也许你很想帮助女性朋友们，对吧？也许你很想帮助女性朋友们，可能是单亲妈妈们，可能是这个离婚的妇女们，可能是在感情里受挫的人，可能是在工作当中不被别人看好的人，也许是在这个我们在讲有些朋友他的这个小众也许某些方面跟大众不太一样，你们会在这个地方去让自己先站起来，先去认可自己的力量，然后再去帮助这个有类似经历和遭遇的人们，去成为他们的精神领袖。你可能会去写书，你可能会去直接进入到这个领域可能你会具体的去做一些事情，发起一个号令，或者是成就一个什么基金，或者是一个什么组织，
或者是你通过艺术的创作的方式啊，去表达你真正想要去发出的这个声音。因为圣杯一有非常强烈的这种创造力、想象力的这个潜力嘛，你有可能会通过你的作品啊，去表达你的心声，去做你想做的事情，去让这个族群、让这个人、让这个能量啊，我觉得是得到一种放大和放量，对吧？这个是第一张牌。OK， 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张牌 ，Visualization。这个是我们看到的一个40号牌，想象力、集中力、精力和显化 Visualization。 这张牌呢，其实我感觉到的是什么？就是第一副牌的朋友，未来的你的这个成功可能在于说，你能够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你能看得比别人更远，你能比别人看到的更深，你能够比一般人看到的更加的维度要更加的高，所以你才能够成为别人的精神领袖，所以你才能够带领别人。那么在这里呢，我觉得有一部分的朋友，也许你们会做跟咨询相关的工作，因为所谓的咨询或者是所谓的这种顾问啊，还有老师啊，都是因为你站在某个族群的前面，你可能拥有类似的经历，你可能拥有比方说同样的一个背景，但是呢，你比他们要早一点，或者是在他们之前已经成功的走过来了，你是过来人，你是有经历的，你是有经验的，所以你才能够提供给他们所谓的指引，精神指引，能够给他们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案和建议，你才能够去用你的能量，用你的知识去教别人去告诉他们怎么样去挣脱这个所谓命运的枷锁，怎么样去打破自己想要去改变的某方面的能量，或者是某方面的讯息。所以第一副牌的朋友，你的一切经历将会是你人生的宝藏，不要把这个经历当作是一种痛苦，或者是当作一种磨难，你所有的经历最后都会成就这个非凡的自己。你其实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的这个精神领域和精神的能量是非常非常高的非常非常的高，所以在这个事业的选择当中，我也非常的建议你们去走精神之路，以精神的这个我们在讲精神世界、精神领域、精神相关的方面去开展自己的一个事业之路，或者是你们的一个工作，对吧？你的工作也许会让你们觉得更加的有价值，也更加能够去发挥你们的力量，发挥你们的特长。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用一下塔罗牌，具体的看一下各个方面未来的你是有多么的成功牌就是这样出来了第一张牌呢是权杖7的逆位，第二张牌呢是圣杯6的一个逆位。第三张牌呢是金币10的正位。好，第四张牌呢是圣杯8的逆位。OK， 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能量指引，未来的你会有多么的成功。第一副牌的朋友如果我们说去问一下宇宙，你未来最成功的方面会是在哪里？其实我觉得这个最成功的点是你自己，最成功的点是你通过自我成长、自我修炼所创造出来的个人品牌，或者是所创造出来的一个，就是你所创造的那个自己，将会是你最最最满意的那个形象。你会对自己非常的满意，你会对自己的成长非常的，我觉得是赞赏非常的赞赏。那么在家庭方面或者是在情感方面呢，恭喜你你会遇到一个非常爱你的人，你会遇到一个想跟你一起携手去跟你走进婚姻，走入家庭，你会遇到一个很想去在事业方面去扶持你的人。这个人可能会是你的贤内助这边如果是男性朋友的话，你在感情方面会遇到一个特别温暖的家，你会遇到一个特别爱你的妻子或者是老婆，他会在这个家庭方面去支持你，去力挺你，去继续的去成就你的个人事业或者是个人理想
那么如果是女性朋友的话呢，也恭喜你，我看到是你甚至还有可能会遇到一个在财富或者是资源方面非常丰厚的一个人生伴侣啊。这个人不仅仅会跟你一起携手走入婚姻和家庭啊，成为你的这个家里的一个，我觉得是靠山吧。同时他还会在资源方面、金钱方面、时间方面，我觉得是资助于你。他是更多的是有一点像是去推你吧，推你走向你的人生巅峰和高潮，而他会为你的成就而感到欣慰，而感到高兴，而感到满意。你们两个人在一起还会创造出一个更加庞大的一个 legacy， 就是所谓的一个庞大的一个体系。这个体系可能是你跟你的老公，你跟你的孩子们啊，比方说你们怎么样去教育他们，怎么样去让你们的这个婚姻幸福美满，同时怎么样去在家庭的这个单元和方式去帮助更多的家庭，让他们也能够获得幸福，让他们也能够去感受到这个幸福在哪里。所以我看到是，其实你的情感之路和家庭它是捆绑在一起的。你会有的是更多的是一种责任、担当、承诺、稳固的情感和家庭吧，去推助你，让你可以去真实的做自己，让你可以去成就你的理想和目标。对，好，这个是我们今天看到的一个情感跟家庭其实是非常好的。那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有关于你的事业和财富在事业跟财富的方面呢，其实第一副牌的朋友，我觉得对于你们的能量来讲的话，你们更加注重的是精神。我刚才一开始就讲，你们更加注重的是自己成为什么样子的人，你能够去在精神的领域去遨游，去提升，去让自己更加多的去了解，或者是理解和醒悟，或者是感悟吧。所以对于事业跟财富，其实我觉得对于钱方面，你们并没有那么的在意，至少钱不是你们考虑的第一个因素我是看到这个。但是呢，你们又不用担心钱，因为钱对于你们的这个能量来讲，它一定会对你的想做的事情是绝对的够用，是绝对的稳定。有一部分的朋友呢，这个金钱可能会来自于继承家产或者是继承家业那么当你有了这样子的一部分的金钱，或者是继承了这个家业的话呢，你们就更加多的有这个资源和基础去完成你想做的事。那么还有一部分呢，这个金钱我也看到是你的爱人，或者是你的老公或者是老婆会给你很多的这种支持让你能够继续的向前，让你能够做成你想做成的事。我这边看到呢，第一副牌的朋友，你的金钱呢，还有一部分是来自于你的名誉，所以这个钱有可能是来自于我们在讲赞助，因为你帮助了很多的人你帮了很多的人，你帮助了很多人，比方说解决他们的问题，或者是帮助他们能够走入自己的天命，帮助他们能够看到自己我们在讲能够去让他们的生命，让他们的生活过得更加的积极，更加的阳光，更加的充满着这种自主和力量。所以他们可能会在你的财富方面去给予资助，去给予他们想要对你付出的以金钱的方式给你的感谢，这个是我看到的。所以你呢，其实是在名誉方面，我觉得是在这个所谓的做事情，做什么样子的事情，完成什么样子的项目方面更加的是你的追求。所以钱呢，我不觉得你会主动追寻，而是钱更像是一个附加和附属的东西，它会让你有足够，它会让你很幸运，它会让你觉得有很多，不用去担心。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张牌呢，权杖7的一个逆位。这张牌呢，其实给我的感应是在讲未来的你的成功呢，会在于说你会突破自我的极限，甚至是把你生命当中的一些阻力或者是反对你的声音全部都拿掉。你会甚至有可能会化敌为友，把那些我们在讲他们对你的一种
对立，或者是有些人对你的一种不理解，可能他们自己也有问题啊，他们自己在某些方面可能问题还很大，你不仅没有跟他们计较，还会让他们得到一种救赎。所以这边我看到非常强烈的化敌为友，你可能会看到他们的苦难，看到他们的痛苦，你在这个地方还会帮助他们。所以最后很多竖起的那种高墙，或者是很多我觉得是所谓的对立和冲突啊，会在你的这种太阳的光亮之下全部都化为乌有，你会让自己站在一个更加高更加有利的一个地点啊，去完成你想发出的这个声音，让这些所谓反对的声音呢不攻自破啊。我这边看到权杖七是在讲这个。第二个牌呢是圣杯六的一个逆位，这张牌呢其实给我的感应是说，你会拥有非常非常多爱你的人们，这些人们可能是你曾经帮助的人，这些人们呢可能是你之前在你这个自己的生命经历当中所去救赎过的人，也有可能是在你童年时期。我们在讲还有一种叫增上缘，可能之前阻碍了你，或者是之前让你有一点就是被打压，可是呢后来你可能会觉得说，这一切的一切都是让你成就今天自我的一个推助力吧，或者是未来的自己的一个推助力。所以你不仅心中没有所谓的仇恨或者是怨恨吧，我看到更多第一副牌的朋友，你的精神力已经足够的去支撑你去原谅，你去跟他们和解，你去让更多的爱的能量我觉得是散播或者是广布的一个传扬。圣杯六的一个逆位，这边有非常多跟过去和解的能量。圣杯六，金币石我们刚才已经讲过，那么最后的这张牌呢就是圣杯八，这张牌呢是在讲离开过去的自己。所以第一组牌的朋友，在你们的这个能量里，未来有多成功，你们会有一个巨大的转型，你们会有一次所谓的重生，在你的生命当中会显得非常的关键和明显。圣杯八的能量我看到是你们会把过去的就像翻书一样，你会把过去的那个自己就是勇敢的翻过去，过去的那个自己是你能够去勇敢面对的，也是你会去感恩和感谢的。但是呢，你会在生命的某一刻会看到一个更加不一样的自己，一个超越了原来自己的那个人。圣杯八的逆位，在情感当中不再去我们所谓的哭泣，不再去悲悯，不再去觉得自己好像很弱或者是自己不行，而是你会在情感当中看到这些所谓的情绪将会是你的力量，将会是奠定你未来你看得高 OK 看得远的那个基础。你其实是非常温柔的，第一组牌的朋友，未来的你其实是一个非常温柔有爱的人，非常的温暖，非常的有爱，非常的具有智慧的一个人。那么你的经历，你的就像是前半生后半生，你的前半生的经历，这一切都是为了成就我觉得是后半生的那个高点。你的工作，你的事业，你的理想，这三个点其实最后呢会融合为一体。OK， 会融合为一体。你不会去为了赚钱而赚钱，你会是为了追求自己的人生目标，你会去为了追求自己的想去成就的事业而去花精力。而且这个能量会是有关于你自我成长，就是你想成为更好的自己，你怎样才能成为更好的自己，那么这个方面就会是你的事业，它也会是你的一个理想，它也是你的自我成长和提高的一个方面，所以它是全方位的一个融合和整体。所以说第一组牌的朋友你要相信自己哦。我们这里的太阳就是你这一生要去追寻的一个光亮，要去散发个人力量和能量的一个点，而太阳正好是你今生我们在讲未来成功，我们抽到了这张牌。所以第一组牌的朋友，我觉得你要去成就自我，并且把你的能量就是带给更多的人。好，那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针对于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能量那么宇宙当下呢给你什么样子的指引和讯息，我们来感受一下宇宙当前想对你说的这个能量和话语具体的指引究竟是什么呢？感恩宇宙。好，宇宙今天的第一个能量是 Bless everyone and everything。这张牌呢是说放下仇恨，放下
分别心，放下一切。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去感恩所有的人和所有的事。这个能量听起来好像我们是这样做的，但是很多都不是。我们可能会讨厌伤害我们的人，我们可能会去仇恨，对吧？让我们觉得很弱小，或者是拿走我们力量的人，我们可能会去放不下，或者是不能够原谅那些在生命当中给我们使绊子的人。这些人可能我们没有办法去祝福他们。但是呢，宇宙在讲你生命当中的这些人，他们看起来可能伤害了你，看起来他们可能给你受了一些阻碍但实际上正是因为这些阻碍，可能让你看到了你想去突破他们，战胜他们，或者是去用另外一种方式能够超越他们的方法。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他们其实就是你的增上缘。所以宇宙在讲的是，真正最需要得到你祝福的人，反而是那些使你很生气的人。可能这个人还会包括你原生家庭里的父母让你觉得非常的痛苦，让你觉得非常的不能理解，让你觉得真的是无法去赞同他们。但是呢，正是因为这些人，他们去弄得你很焦躁，弄得你很难过，弄得你很不能够去接受，所以你才会去想方设法的突破，你才会去想方设法的去改变。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宇宙说，请你去放下仇恨，放下愤怒，放下怨恨，用感恩的方式去跟他们和解。我也看到第一副牌的朋友，最后你会跟他们和解，你一定会跟他们和解。圣杯6的逆位，原谅把自己的这个能量去，我觉得是原谅他们，原谅自己你会是精神领域当中的那个，我觉得是绝对的太阳太阳是不分人不分事全部照亮，所以这也是你要去走的一条天命。 OK， 这也是你未来成功的一个，我觉得是方向好，最后的一张牌，来自宇宙当下给你的指引是什么呢？这张牌呢我翻开了这张牌讲的是，然后我们这里还有一张，等会儿来看，walk away， 离开。他说是不是有人跟你在一起，就是你花了很多时间跟他们在一起，但是呢却让你觉得非常的难过，让你觉得很糟糕。那么如果有这样子的人在你生命里，请你离开他们不要去怨恨他们，不要去跟他们争输赢，不要去跟他们辩论，去原谅他们去原谅他们，去放下他们，去释放掉他们对你的能量上的干扰跟影响。因为现在这是一个红彤彤的龙，非常的生气，想骂人长满了触角，并不圆滑。而这张牌讲的是离开这些人，离开这些让你就是很挣扎，离开这些伤害你，离开这些让你觉得很痛，离开这些让你觉得好像在他们身边你反而被打压，不要去跟他们在一起，去走开，去离开他们。 OK，那么最后的这张牌呢是纯净水最后的这张牌宇宙给出的是纯净水。他说的是让我们去连接纯净的能量也就是说去喝过滤过的雨水或者是泉水，去从一个好的能量的源头去饮用你自己的水那么水呢，它不仅仅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水，你可以去喝健康的水，去喝纯净水，能够帮助你去消化这些负面的情绪，能够去帮助你原谅这些，或者是离开这些让你感觉很糟糕的人嘛。那么第二个能量呢，也是去处理自己的感情，处理自己的情绪。我们要去净化，我们要去疗愈。当前第一副牌的朋友，如果有人在你的生命当中成为了能量的吸血鬼，或者是在你的生命当中干扰了你的能量，使你变得消极，使你变得不痛快，使你没有办法去释放你的这个光芒的话，那么你就需要去在情绪当中稳定、平静、疗愈和治愈自己。你的光亮是太阳，那么太阳要能够有这种穿透力，要能够有绝对的一种影响力，而不是被它影响，被它干扰。宇宙在讲
你要去跟好的能量连接，你要去认识爱你的人，你要去结识欣赏你的人，你要去跟真正跟你有缘的人去做朋友，去合作，去发展你的事业，去完成你的梦想，去帮助你想要去帮助的人。所以并不是去你针对所有的人，而是你要去针对一部分的人，然后呢也要去离开一部分的人，这边就存在一个聪明和智慧的选择。那么当前第一组牌的朋友，选择在你的手里，这个选择就是纯净水，净化能量的源头，净化情绪的源头，你将能够在当下，我觉得是看懂并且更加顺利的去踏上你的太阳之路。好了，那这里呢就是第一组牌的朋友，我们今天所帮你连接未来的你是有多么成功，哪些方面最成功的所有的信息。那么在这里呢，祝福所有第一副牌的朋友完成自己的天命，成就自己的理想，让你的太阳之光万丈光芒吧。那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拜拜。Hello， 大家好，欢迎选择到第二副牌组的朋友，你们呢选的是这个澳洲红碧玉。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我们的这个能量啊，我们要来看未来的你是有多么的成功，哪些方面会是最成功的。 OK， 让我们一起来抽牌。我们来看一下选到第二副牌的朋友。好的，宇宙告诉我们选得到第二副牌的朋友哦，这个选到澳洲红碧玉的朋友，那未来的你是有多么的成功呢？请宇宙给我们指引，感恩宇宙。好，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一张牌，圣杯5的逆位，第二张牌圣杯4的逆位。好，那当前呢，宇宙给出的这个能量都在跟你的心情有关啊，都在跟你的心情有关。那如果说第二副牌的朋友，如果当前有什么事情你觉得有一点难过的话，宇宙在讲未来的你呢一定会开心快乐。还有一个能量呢是在讲，如果有一些朋友，如果你对当下的生活觉得厌倦和无聊的话，宇宙在讲未来你会迎接更多的机会，你的生活会迎来更多的你感兴趣的事情，或者是你会发掘更多让你能够感动的，让你能够心动的，让你觉得有趣味，让你觉得很好玩的一些事情。所以这里呢也在指向未来会有更多的机会。因为我们今天抽到的牌卡呢，2张都是水象元素啊，所以而且2个都是逆位的嘛，所以我看到是在未来对指你成功的能量里呢，会增加更多的，我觉得是干燥和这种重量。意思就是说，现在的水很多啊，感觉到也许第二组牌的朋友，现在你的这个生活里可能觉得有一点湿漉漉的，可能感觉到有一点这种潮乎乎的，意思就是说可能不是很清爽，不是很轻快，或者是觉得不稳定。那么这个能量都会在未来发生巨大的变化，因为我们现在的2张牌都是逆位的，它在指向着改变和变化。好，最后一张牌，我们今天先是来用这个塔罗抽一下未来的你是有多么成功，我们来连接关于你的能量信息啊。感恩宇宙。好，我们的第3张牌也是一个水象的，那么这张牌呢是一个圣杯皇后的正位。第2副牌的朋友啊，我觉得情感方面既是你的薄弱环节，因为可能你容易动情，你容易走心，但是呢，情感方面的事情也是你的强项，也是你的重点，也是你可能我们在讲天命潜力能够开发的地方。圣杯皇后呢是一个非常温暖的人，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是一个很有同情心的人，并且也是一个非常温柔和美丽的人。如果这边有很多女生朋友的话，那么我看到未来的你会更加多的去拥抱你女性的能量让自己的心变得柔软，也让自己的这个我觉得是能量磁场就是变得很温暖。
你会是人们心中的那个最可以依靠、最可以去亲近的那个大姐姐，或者是那个长辈。那么如果是男性朋友的话呢，圣杯皇后的能量是在讲，那么未来见证你的成功，你将会发掘你刚强能量当中的一种阴柔的一面，也就是说你会更加的感性，你会对于那种很尖锐的一些能量啊，我觉得是施以更多的仁爱之心。那么这样子的一个你将会在能量当中，我觉得是拥有更多的平衡，你也能够在你的同类，就是你的这种人群当中吧，就是别人会看到你的不一样，你会比别人更加的闪亮，你也会比别人更加的，我觉得是让别人想要去相信你、依靠你。那么这样子呢，你也能够去完成，我觉得是成熟、成长，OK， 优秀的这个过程。那么在圣杯皇后这里呢，我也有非常强烈的一种感应啊，就是在讲第2副牌的朋友，你们的直觉能力、你们的创造能力啊，也会在未来跟你们的成功是息息相关的。所以看你们去做什么工作，看你们想走什么样子的事业的路线啊。那么关于创造、关于照顾别人、关于我们在讲心灵探寻或者是心灵疗愈的这些能量和内容，将会是你们非常擅长的，也将会是你们可以去闪光或者是突破的领域哦。好，那我们前3张塔罗牌呢，就先抽到这里。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一个小神谕卡。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来连接一下未来的你是有多么的成功。感恩宇宙，哪些方面最成功啊？请宇宙给我们指引，感恩哦。第一张我们抽到是 Avon， 这个是 Three Rays of Light， 这个是3束光芒。这个能量呢讲的是平衡阴阳能量啊，然后呢是和谐的，并且是平静的。这个能量呢让我看到的就是阴阳能量的一个综合嘛。那么第一个啊，我刚才讲的是有关于男性朋友的能量啊，就如果是男性朋友的话，其实在未来你的成功点在于说你的阴阳的能量会更加的和谐。比方说你看到你周围的人或者是你自己，可能有的时候是属于那种就是很坚强比方说很有这种刚强的感觉。那么在未来你的成功里将加入更多的灵活和韧劲。我们都知道啊，如果一个东西它太脆了，它太硬了，其实是更加容易折断。如果在这个能量当中加入柔软和灵活，那么这个东西不仅仅坚硬，而且还非常的有韧劲。我觉得这个能量就非常好的去剑指着，我觉得一些男性朋友吧，生命当中生活当下，也许有些地方你很厉害，有些地方你也非常的坚定，但是呢，也许在生活里的有些地方，你其实需要加入更多的灵活或者是加入更多的柔软。那么一旦你加入这些能量，你也许会成为一个非常厉害的领导人，也许你会成为一个更加优秀版本的自己，又或者是说更加接近你理想当中自己的那个模样。那么对于女性朋友来讲，也许你在能量当中当前是非常非常阴柔的，非常非常的温柔，非常非常的柔软。有的时候呢，甚至我们在讲可能柔软的人有的时候遇到的一些不好的人啊，就是容易被别人欺负，或者是容易别人可能会就是怎么讲呢，就是比方说你觉得他们有小瞧你嘛，对不对？总是很好做那个好人，被别人发好人卡，但是很多时候呢，你其实是受委屈，或者是有的时候你是那一个受气的那个人。那么在这里呢，他就在讲未来呢，你的能量会加入更多的刚强的能量，也就是阳性的能量，你的能量当中会更加的和谐和平衡。也许当前这个柔软的你将发掘你内在的力量，因为圣杯皇后绝对不是一个柔弱的人，圣杯皇后是一个很温暖很就是让人觉得很好亲近，但是她也是皇后，她有她的力量。我们都知道水非常的柔软，可是水呢，冷到一定的温度就会变成冰，而冰呢就可以变得非常的尖锐。我们都知道在南极跟北极都有巨大的冰山，这个冰山它的力量是不容易轻易被撼动的，而且常年它是经久不衰的。虽然说现在有一些冰也在融化，但是总的来讲冰是非常稳固的。所以
女性朋友的话，我感觉到就是在你的阴柔的地方，你可以加入更多的力量，你可以加入更多的刚强，让自己可以以自己喜欢的方式做成你喜欢的事情，让自己可以在自己喜欢的领域去面对那些所谓的外界的影响。那么从而呢，你将在你的生活里变成那一束光，三束光嘛，你将变成那一束光，你将照亮自己，照亮别人。OK， 那么这样子呢，你的生活可能也会更加的平静。这个平静跟和谐，我觉得是相对应。可能有一些朋友现在这个情绪里的伤心或者是觉得有一点无聊的能量那么在未来呢，新的机会、新的一些可能性以及自己的变化，都会为你的生活带来很多的起色，都会给你的生活我觉得是当下进行非常好的一种加持。好，我们来看第二张牌。未来的你是有多成功？哪些方面呢会最成功？感恩宇宙。这个是爱的魔法。哇，今天第二副牌的朋友真的是很多很多的水。你们是水做的人你们是水做的灵魂吧？爱的魔法讲的是吸引到一个恋人，吸引到灵魂的伴侣，吸引到一生一世的伴侣那么这个能量呢，它其实带来的是一个贵人。那么这个贵人的能量呢，它有可能是你的恋人有可能是你的灵魂伴侣，也有可能是你的一生当中的伙伴。人生伙伴有的时候不一定会是一个恋人，有的时候可能会是你工作上的一个人，可能会是你事业当中的一个人，可能会是你生活当中的一个人。 OK， 所以它的能量有在不断的递进和增强。那无论怎样，第二副牌的朋友，根据你现在生活的情况，你要相信你不是孤单的一个人，你有很多很多的水，很多很多的情绪，很多很多的柔情。那么这么多的情感，可能是需要一个懂的人去跟他分享，也需要把你的爱，把你的这种情绪去抒发和表达。你要去寻找可以去抒发的方式。那么在未来，这个成功它对指着你将吸引到一个真正爱你的人。如果你当前是单身，或者是你当天觉得说你想再吸引一个，或者是吸引到一个更爱你的人，也有可能你会吸引到一个灵魂伴侣，跟你两个人非常的共情，跟你两个人非常的同步，能够深深的理解你的情绪，能够深深的去体会和包容你的情绪。同时呢，这个一生一世的伴侣也会在你的人生当中，我觉得是充当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第二副牌的朋友你们这么多的水象就是水的能量，我觉得它不会让你一个人就是孤单，可能有的时候你也很容易陷入这种有一点孤单的情绪里，但是宇宙在讲，未来你的成功会有这样子的贵人和你连接，会有这样真正在情感当中能够理解和跟你连接在一起的灵魂就是会出现。所以请第二副牌的朋友继续勇敢的坚强的走下去，继续勇敢的坚强下去，继续勇敢坚强的去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去生活。不是所有的人其实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还比较崇拜那种我们在讲那种思想很灵活所谓的很聪明，所谓的很会讲话的那种人，对不对？我们可能会说会说话的人情商很高，会说话的人呢，有些人确实情商很高，但是真正的情商绝对不仅仅是话术，真正的情商高其实是能够去与人共情，能够是站在别人的角度为他人着想，是不仅仅我们说有绝对的自爱，有绝对的对自己的一种我们在讲认可，还能够去包容别人，这样子的人才是真正的情商高的人。所以第二副牌的朋友请你们不要被一些语言所谓的语言影响，你一定要知道你的力量在哪里。你的力量是柔软的力量，你的力量绝对不是刚强的力量。虽然说未来你肯定会加入一些刚强的力量去做一个平衡，但是你柔软的力量才是你本身的能量，才是你本身的天命之所在。你无论做什么工作，无论你选择什么样子的事业，其实你可以去把你的爱，把你的情绪和它连接在一起。一旦你爱上一件事，一旦你知道这件事情能够给予你情绪上的回馈，能够感动你的灵魂，那么这件事情你就选对了。因为可能对于第二副牌的朋友来讲，你们一生所谓的追寻
并不是物质世界当中的金钱，也许也并不是高度精神的哲学，而是在情绪的海洋当中去感觉到深深的被理解，深深的被认同，深深的能够跟某一些能量做一个共情，这就够了。所以你们要的东西是很浪漫派的，你们所追寻的东西可能是非常就是那种看不见摸得着，但是却能够感动你的，能够让你潸然泪下的。这个潸然泪下不是痛苦是感动。OK， 能够让你们真正能够去投入爱的东西爱是艺术，爱是表达，爱是很多我们在讲最高的一种表达形式。那么第二副牌的朋友你们的这个成功，它会和爱的能量和水元素紧密相连是紧密相连。好，今天我们来看这个第二副神谕卡，我们来看一下连接一下。第二组牌的朋友，关于未来的你是多么的成功，然后呢哪些方面会最成功，我们来看一下。感恩宇宙。第一张牌是原谅，这张牌呢跟你的心是相关联的，放手、疗愈、成长和同情心。哇，好，这张牌呢，其实我听到所谓的原谅是什么？我觉得这个原谅其实不仅仅是对外界的一些事情做的原谅，因为我看到了在你的当下能量当中，也许对一件事耿耿于怀，也许对一个人耿耿于怀，也许对一些经历耿耿于怀，没有办法去原谅和放下这件事情，成为了第二副牌的朋友，也许你们心里的一个伤疤，或者是成为你们心里的一个口子。那么宇宙呢在讲，未来你的成功是让自己痊愈是让自己痊愈。我刚才讲过，不是每一个人人生的追求都是一个东西，对不对？其实这边第二副牌的朋友，你们的能量还蛮像是那种对于感情世界有高度追求的人。那么无论你曾经这件事情或者是这个人是什么吧，它都证明了什么呢？就是证明了你曾经爱过。可能有些朋友会说，曾经爱过又怎样？结果并非是我想要的。但是你知道吗？我们的人生经历有很多的人，他们在面对自己真爱的时候，都不一定像你一样像过去的你一样，我觉得是坚决的和坚定的做出过那个勇敢的决定。我们都知道，爱一个东西是需要很多勇气的。有的时候，为了爱一个人、爱一件事情、爱一个东西，或者是爱一个生灵它需要去用你一生的努力去成就它。有些决定，所谓的去决定爱这个能量，它后面背负了很多很多，也许是责任，也许是金钱，也许是时间，也许是牺牲，对吧？因为你一旦选择了爱他，你可能就不能爱别的了，甚至还不能够去把自己放在那个位置。所以爱是需要勇气的，爱是需要决心的，爱是有很高很高的力量的。那么第二副牌的朋友，这张牌让我看到是你一定要知道自己的力量。你既然曾经勇敢的选择过爱，你爱过，你的人生就精彩，你的人生就没有遗憾。当有些人他在爱的面前选择放弃，选择用其他的东西，选择比方说利益，选择比方说自己，对不对？那么有一天当他得到了另外一个东西的时候，他一定会后悔和遗憾那个所谓当初没有选择的爱。因为爱是能量当中的最高能量的表达之一，所以爱是最能够去滋养你的心，也是最能够去让你感觉到情绪上的满意的一种这样子一股能量信息。所以你看第二副牌的朋友，未来的你的成功在于说，我觉得你可以跟过去的自己做和解了，你可以真正的放下了，你可以真正的去原谅了把过去像这个蒲公英一样吹散飘走，成为一颗种子去发芽，是把爱的能量给扩散出去。在未来你的成功在于你的生活，你的心情，你的情绪将化作一个美丽的彩虹，你将蜕变成一个更加美好有爱的自己，你将得到终极的疗愈，你将在这个地方得到人生彻底的一种成长和蜕变。那么如果这个能量呢是跟感情有关的话，第二副牌的朋友，你将遇到更好的爱人，
你将吸引到跟你同频的灵魂伴侣，你将吸引到一个一生一世的人生伴侣。如果你选择不再结婚的话，对不对？如果你选择不再进入到那种浪漫式的感情的话，你也会吸引到一个一生一世陪着你会爱你，以更高形式的爱去接纳你的一个人生伴侣。那么再来这一张牌还跟成长有关还跟人生的成长有关。第二副牌的朋友，只有当你勇敢的接受自己的这一份，我觉得是爱的能力和爱的力量，你才能够真正的长大。你才能够真正的长大。有的时候人的长大其实只是为了能够认同自己。我们很多时候在无论是工作、事业、选择恋人、选择情感对象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都是在用外面的能量去证明自己，证明自己是对的，证明自己是值得被爱的，证明自己是值得的。但是这所有的能量都不值你自己对自己的认同。所以说第二副牌的朋友，你看这张牌的原谅，我觉得有那种非常非常美好的，仿佛你的心被一束温暖的光，仿佛你的心被一个很温柔的一个净化之水吧所轻轻的抚过，所有的泪水都将停止，所有的遗憾，所有的那种无趣的感觉都将暂停，你将真正的迎接，我觉得是快乐的日子，你将真正的迎接阳光和春天，这就是你未来成功的，我觉得是最高级别的表达。开心每一天是开开心心每一天。好，来我们看一下今天的第二张牌是什么？未来的你会有多么的成功？感恩宇宙。责任。第二副牌的朋友你们的未来的成功呢，会接收更多的责任，你们会更加的自律，你们将更加的，我觉得是让自己充满力量，也给别人增加，我觉得是光环你们能够给别人光环，因为这张牌是在讲你将成为一个孕育者孕育者可以是像父亲一样，也可以是像母亲一样，你会给一个东西孕育，你会让一个东西成长。这边呢，我感觉到可能很多朋友会把自己的爱的能量去转化成一个，可能是工作，可能是事业，可能是家庭，可能是对孩子，就是你的爱的能量会得到一个转化，爱的能量变成了责任，你可能找到了你这一生你想去做什么，想去完成什么，想去怎么样去表达自己的这个圣杯皇后的能量，这个是我当下的感觉。而且呢，在未来你的成功是真正的满意 fulfillment。 我们在讲什么叫 fulfillment， 一个人的一生他是否成功，在于说是否能够达成自己对这一生的一个计划。就好比讲有些人他觉得成功的定义是什么嘛？有些人觉得我的成功定义是安全感，我要拥有一个房子，我要拥有一辆车子，我要拥有一块土地，这个是 security。 但还有一些人他觉得的成功是能够让自己的心得到一种开心和快乐，是能够找到爱的人，是能够有一种归属的感觉，是能够把自己的爱的能量传递下去的这种信任，或者是传递下去的一种信仰吧。那么这也许是第二副牌的朋友你们对成功的定义。所以在这里呢，其实我看到第二副牌的朋友，你们的爱是你们的力量，爱可能一度也会伤到你，但是这个爱也能够让你去真正的拥抱自己。所以这个责任呢，其实我看到的是，也许有些朋友会把你们的这种原谅过去的经历变成你们的理想，变成你们的工作，变成你们的事业。我这边其实感觉到很多第二副牌的朋友，你们蛮适合做园丁。这个园丁呢，它是一个广义的能量，比方说你们很适合给孩子们当老师，你们很适合去照顾比方说老人家，或者是弱势群体，你们可以去帮助他们，保护他们，你可以去作为他们的代表，作为他们的使者，然后呢你看你的手就是这个温暖有光亮，你让他们可以继续的去成长，让他们可以去发芽，让他们可以去，我觉得是面向更多的积极和阳光。
而且呢，第二副牌的朋友，在你们的未来，你们的成功还在于说，你们将成为别人的爱的依靠，或者是别人力量的源泉。你们有很多的爱，而这个世界有的时候是很冰冷的。那么对于温暖的爱的力量和爱的能量啊，将会是我们这个世界非常非常稀缺的，也是非常非常，我觉得是被重视或者是被需要的吧。所以你的工作其实蛮适合去做被别人需要的人啊，你可以去做被别人需要的人。比方说，你可以用你的爱去影响、去建立、去保护啊。我这边感觉到有很强的保护，就是让人觉得非常值得信赖啊，让人觉得非常的信赖。好，那我来看一下具体的吧。我们来把这个牌抽完啊，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因为我们要看哪些方面最成功。我们今天会从个人成长、事业、财富、情感啊、家庭都会来看嘛，所以我们来找到这些具体的信息啊。我们来抽牌，让我来为大家寻找一下这个能量，哪些方面会最成功？感恩宇宙。好，第一张牌呢是金币9，未来的你们会很富有啊，未来的你们会很富有。第二张牌呢是金币国王，我们这边很多的图像啊，代表着疗愈、富足，对吧？我们的能量其实还挺有意思的啊，这边是水象转土象，对，水象转土象啊。第二副牌的朋友来看一下，第三张牌是隐士 ，OK。最后的一张牌呢是星星，好的。好，那我在这里呢，因为我看到很强烈的这个水象转土象嘛，我们就先来对应一下你的工作、事业跟财富了。第二副牌的朋友啊，不要担心钱，可能钱呢也不是你们最注重的东西啊，但是钱呢无疑在我们的地球是很重要的，对不对？那第一个，你们未来的财富会很多啊，金币9，你们未来的财富会非常的多，会非常的就是说充沛，让你们能够做成你们的想做成的事情。我觉得这边还有一些朋友可能会自己组建一些机构，或者是组建一些公司和团队啊，我也能够看到一些这种感觉，因为有很强烈的是你充当大家长。也许对有些朋友来讲，你们想做的事情甚至在这个地球上现在还不存在，或者是非常非常的稀少，而你们要做的事情是建立起一个更加有爱的体系，或者是建立一个更加有爱的一个机构啊，来帮助一些人们 OK， 来帮助一些人们。所以我这边看到是有一部分的朋友呢，在未来其实是有很强的这个能量，会自己实现你的国度、你的帝国、你的商业版图，或者是你的一个，我觉得是这个东西它是你的一个理想，但是这个理想可能是以商业的形式去实现的啊，这是一个架构，这是一个宏图。你们有很强的社会责任啊，在未来你们的成功会有很强的社会责任，可能你们已经想好了要帮助谁，你们已经想好了要建造如何的一个社区，你们已经想好了要在地球上怎样去发挥你的水能量的一个特质，在情绪上让大家更加的，我觉得是觉醒，在精神上，在情绪上感觉到更多的这种爱和理想世界，这种国度应该是怎样的表达，而不仅仅是在钢筋水泥土、钢筋混凝土里面啊冰冷的生活。因为你们是光，你们是爱，你们是热度，对不对？所以第一个能量就是金币9啊，这张牌代表着未来你们的商业版图，未来你们的财富啊，未来你们的一个经济基础会非常非常的丰盛，非常非常的多，甚至有一部分的朋友呢可以过上一个非常富裕的生活啊，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能量呢是连接在这个金币国王这里的，金币国王 responsibility 和金币9连接在一起，就是我刚才讲的，可能有一些朋友会自己当老板，自己成立公司，自己成立工作室。这边有一些能量呢其实跟艺术和创意有关，比方说设计，比方说开一些画廊，比方说我觉得是
可能跟 design、艺术、音乐 OK， 或者是我觉得是比较有创意的一些东西啊，因为这边有很多的水嘛，水象能量是 imagination 啊，这个是想象力，是这个我们在讲intuition 直觉，你可能会通过你的水的能量去连接到一些很有艺术、很有创意的表达，并且在这里呢，自己成为自己的领导，自己成为一个自己的一个基础啊，去展开。那么金币国王呢，就代表着自己去创业，自己成为自己的老板，或者是自己最终会建立一个庞大的体系，也就是公司。好，这个是金币国王。那金币国王呢，还有第二个能量。第二个能量是在讲，因为我刚才看到二副牌的朋友，你们未来呢会有一个爱的这个魔咒嘛，那么你们一定会就是说吸引到一个很好的恋人，或者是灵魂伴侣，或者是一生的人生伴侣嘛。那么这个人就是金币国王啊，这个人就是金币国王。这个人可能会带着他的资源，带着他的经验，带着他的这种稳定性啊，来加入你的水象能量。其实水跟土的能量在一起是就是还是蛮配的。水的能量呢，它比较的湿，比较的这种润啊。那么土呢，它比较的干，比较的重啊，比较的沉。那么水跟土的能量融合呢，其实是会就是创造出或者是酝酿出新生命，就是这个植物啊，需要水，需要土。所以你们两个人的结合，可能不仅仅是情感上的结合，可能也有工作上啊。比方说工作上、事业上，或者是理想上的一个结合，所以你的人生伴侣，他可能不仅仅是你的恋人、你的爱人、你的灵魂伴侣那么简单。也许你们在工作上、事业上也会是相互的参与啊，一起融合其中，大家一起去做，是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啊。把你们的公司，把你们的这个项目吧，我觉得是做得更大和更广。所以你看啊，圣杯皇后、金币国王这两个人是非常搭、非常匹配的，对吧？好，这个是我想讲的有关于金币国王。所以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有关于财富，我们也看到了有关于情感和家庭。那么家庭方面呢，其实大家不用担心啦，因为家庭方面啊，跟家有关的事情，这个金币国王呢，会是一个非常非常热爱家、有责任心的人。所以你们两个人如果恋爱的话，或者是你们进入到恋情当中，其实可能会非常顺其自然的吧，就是走入婚姻跟家庭。那我刚才也讲过，如果有些朋友现在已经不想去我们所谓的婚姻或者是家庭的相关的能量信息的话，那么你们也将会给出彼此承诺，你们也将会是非常稳定的一生一世的伴侣啊，这个你们不用担心，因为金币国王的能量接下来会进入你生活的这个人是很稳的。好，再来呢就是一个隐士牌。这张牌呢，其实我感觉到很强的一种精神的探索啊，我感觉到非常强的精神的探索。这张牌呢，其实比较像是大家在自我成长当中的一个所谓的经历吧。隐士牌呢，其实给人的感觉是稍稍有一点带有这种与世隔绝，或者是有一点自己去探寻，和我们当前所看到的圣杯5和圣杯4的逆位这两个能量可能是有一点关系的。也就是说，人生一些真正的自我领悟，或者是真正的一些大的蜕变，是需要我们安静的独自的完成是需要我们安静的独自的完成。隐士牌呢，让我看到的是有一部分的朋友可能会去寻找一个方法，因为你们可能在生活当中有过苦，有过累，有过心酸，有过这种迷茫所以你们非常想去到未来，就是说去找到你自己的人生的解药，同时呢也去把这个解药，也就是在隐士牌当中你们看到的这束光，你们寻找到的这个解药传递给更多的人群。所以我们看到是 responsibility这个隐士呢是非常强烈的那种我们所谓的我走入深山老林，我去孤单的探索，其实不是为我自己，这个探索可能是为我自己，我需要一个答案，但是更多的是为更多的人们，为了那个社会为了那个我们所谓大众人群去找到一个方法，所以这个隐士才会自愿的走入这个丛林，去完成他的一个 vision quest精神之旅吧。所以说第二副牌的朋友，我也能够感觉到你们对于
这个世界的这种悲悯之心，你们对于可能除了你自己之外我觉得这个爱的能量是非常广阔的。你们可能最后呢，这个所谓的成功也是去能够真正的帮别人不仅仅是帮自己，我觉得是帮别人。而钱的事情呢，可能就是一个顺带的钱的事情就是一个顺带的。你们给别人提供了更多的服务，你们给别人提供了更多的价值，所以金钱和事业是双丰收的，他们是顺其自然的，我觉得是转到你的身上。OK， 好，那么最后呢，就是这个星星牌了。星星牌呢，有关于希望，有关于梦想，有关于疗愈，有关于我们所谓的人生的信仰那么星星牌在这个地方，我看到是第2副牌的朋友，未来你的成功将会快乐的。我刚才讲过，你的成功在于你要快乐的生活。那么快乐的生活就需要一个积极的态度，就需要一个我们所谓的希望的种子。而希望的种子在你的手上，我觉得是得到了一种非常好的，或者是在你们的手上得到了非常好的一种孕育。那么在未来呢，我们可以看到星星牌里面不仅仅有对于过去的，我觉得是完全的一种疗愈好了，也有对于你未来的理想、未来的生活，我觉得是一个大写的积极大写的一个信任，大写的一个美好的憧憬。所以可能我们在讲人生，无论你是从什么地方开始可能是10几岁、20几岁、30几岁、40多岁、50多岁、60多岁，其实无论你从什么地方开始，只要你下定决心，我们去真正的迎接和拥抱这个真实的自己，我们的人生可能才能够讲，在那个时候才是真正的打开。所以你看第2副牌的朋友，你们呢不仅仅是情绪当中情感世界里的王者，你看皇后对不对？同时呢，我觉得你们也可以在我们所的地球去寻找你需要的精神，去看到你需要的地球能够给你的滋养，并且你还能够去成为一个，我觉得是有责任心，还能够成为一个对别人能够承担起这份责任和这份压力的一个很厉害的人。所以你第2副牌的朋友，我觉得是有这种领导人的能量有领导人的能量，有开拓者的能量隐士牌有就是牺牲自己隐士牌是牺牲自己去成就别人，或者是牺牲掉自己的一部分，去让大家所有的，也包括你自己的，我觉得是一种更加幸福、更加美好的，我觉得是这样子的一个方向在迈进。所以人生呢，不仅仅是我们所谓的苦痛，人生不仅仅是所谓的悲伤，也有对于未来的希望，也有在逆境当中翻盘，也有所谓的在痛苦当中去寻找解药，这种很精彩的一种叛逆吧精彩的叛逆。这种叛逆呢，是对于我觉得是不放弃，是对于你自己的一种极大的爱是对自己极大的爱。所以说第2副牌的朋友我觉得你的生活，你的人生是非常精彩的。那在未来，我觉得有很多的事情在等待着你，在未来也有很多美好的机遇在等待着你去遇见，还有打开，去连接。所以呢，在这里就提前的祝福你，祝你们幸福，祝你们快乐。那我今天呢，就先讲到这边，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Hello， 大家好，欢迎选得到第3副牌组的朋友，你们呢选的是这个白色水晶。好，那我把它放在这边。那我们今天呢要来连接的这个能量是来看未来的你是有多么的成功，哪些方面呢会最成功。我们会从个人成长、事业、财富、情感、家庭等等方面来为大家做一个综合的解说。好，那我们现在呢就一起来抽牌，我们来连接一下第3组牌的朋友来自你们的能量好，之后请你告诉我们选得到第3副牌的朋友来自你们的能量和信息。OK， 第1张牌呢是圣杯7，第2张牌呢是宝剑1，然后呢我们看到的是圣杯9。
OK，第3副牌的朋友啊，其实我这边感觉到你们是一群还蛮有想象力，也蛮有志向，或者是蛮有野心的一群人哈。这边的这个能量在告诉我这个信息，你们对于一些很怎么讲呢，就是一旦自己选中了一个目标，或者是选中了一个方向啊，你们将非常，我觉得是坚持，而且会很清楚知道就是很清楚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在你们的能量当中所传递过来的是对于心中的这一个执着 ，OK， 或者是对自己的一个志向，对自己的一个梦想，对自己的一个心愿啊，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坚定。我们这边看到是宝剑1的能量啊，这边呢又是一个种子的能量，它是一个风象元素的一个种子。这个种子呢，它带有更多的一种锋利、锋锐，或者是带有一种我们所谓的穿透力宝剑1风象元素1这边其实会有一些所谓的 dark energies， 就是说不是每个人的人生就是什么都有，或者是我们在讲含着什么金汤匙出生啊，可能有些人的人生呢，从刚开始的起点来看的话，怎么讲呢？就是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所有的东西都有，对不对？那么我们在这样子的一个有限的条件里面，我们怎么样去突破自我？我们怎么样去冲破这个极限？我们又怎样去寻找到自己这一生的本领和技能，从而可以让我们所有的想法，我们所有的好的念想，我们所有的这个所谓的梦，都能够一一的实现呢？所以说第3副牌的朋友，从你们能量当中，其实我读到的是一种坚韧的毅力，还有那种不相信所谓的命运，并且呢想靠自己的能力，靠自己的本事我觉得是完成自己的心愿，并且让自己的生活可以变得越来越好，就是这样子的一种能量信息。那么在你们的心中呢，我看到的是你们的能量是，如果自己越来越幸运，你们就会把这份幸运带给更多的人。你们非常的大方，非常的慷慨，但是这个大方和慷慨的前提是，首先你们自己要足够的丰盛，首先自己要有足够的多。那么一旦你们成功，一旦你们能够获得比方说幸福和美满，你们就会把这个能量带给更多的人，你们就会把这份所谓的好运传递出去。但是这并不代表我们在讲其实我觉得第3副牌的朋友，你们很像是一个就是自己走过吃过苦，自己走过艰难的路，然后自己呢可能也经历过大起大落和重生之后你们将真正的我觉得是获得很多的美好和幸福。但是这条路的过程可能还是如果是按照辛苦程度来讲的话，可能是辛苦，但是呢如果是按精彩的角度去看的话，那一定也是非常的精彩不属于那种平凡的人生。 OK， 好，那我们现在呢就来具体连接一下了未来的你呢会有多么的成功，感恩宇宙。好，请宇宙给我们指引，选择到第3副牌的朋友好，我们今天就这样子因为翻开了嘛，我们就看一下。OK， 看一下 OK， 好，今天我抽到的是3个月Triple Moon， 它是新月、满月，然后是一个上弦月 OK， 然后是水象元素，然后呢是 Abracadabra， 这是一个魔咒有翅膀的魔咒。好，如果我们去解释了一下我们这边是月亮的能量，水元素的能量，然后呢就是这个隐形的翅膀就是隐形的翅膀。未来的你呢会有多么的成功？首先刚才我讲了一个能量，就是这个大起大落大起大落呢，其实这个能量它代表的是一个周期性，也就是说不是每个人的成功都是一步到位我们从刚开始什么都没有，然后我们最后什么都有，好像听起来很简单，但是呢很多在具体的这个操作和具体的实现的过程当中，确实非常的弯弯绕绕的可以这样讲。所以第一个 Triple Moon 我听到的第一个能量就是在讲第3副牌的朋友，你们的人生它一定是一个我觉得是螺旋状态向上扬升的一个总体规划。意思就是说在你们的生命当中，你们会在不同的时期
可能会感应和连接不同的能量。比方说有一段时间你们可能会去增加自己的技能，通过学习啊读书，有一段时间你们的生活重点可能又被拉到了人际关系，又有一段时间呢，你的生活重点可能又会拖到了感情生活，再往后呢，可能你会又有遇到什么跟家庭相关的信息，就是你的生命当中，我觉得你是在不断的盘旋，就像一个三角形在盘旋上升，并且不断的去往上追求一个更高的一个顶点，是这样子的感觉。那么在盘旋上升的过程当中，你就有可能遇到的是起伏。那么这个起伏可能有一段时间你会觉得说好像自己很辛苦，但是呢，当你挺过去，当你坚强，你又会看到一个生命的希望，你又会继续的去追逐更高的远方。然后可能再就是我们所谓的去回顾去比方说总结经验呐，然后呢去寻找下一个，我觉得是无论你想去经历的，还是宇宙丢给你的球。所以你的这一生经历第三组牌的朋友，他是真的很精彩。我刚才讲精彩，但是呢也是一个不容易的一生不容易，就是很多事情如果去讲你的这一生的故事的话，肯定是很多很多的辛酸，很多很多的眼泪，也有很多很多的成就，就是这样子相互对应的所以说宇宙在讲请你去拥抱每一个就是你自己的多个方面多个层面。可能有第三位牌的朋友，就是你对你自己一定要有更多的包容，就是你在面对不同的人不同的事的时候，其实这个能量会把你不同的层面给激发出来。就像我们每一个人其实我对面具的这个能量的理解会比较的有感觉。所谓的面具既可以是我们带着去应对，就是应对一个事情，应对一个人，应对一个状态的保护层。面具也可以是我们去调整自己性格，从而去适应这个环境的一个必要的条件。所以面具这个能量呢，我个人的感觉它其实应该是一个原型，它不仅仅是一个所谓的我们平常可能会讲你戴个面具好像是个贬义词。其实很多时候面具是有必要的，面具也是保护，对不对？面具也是保护，所以能量本身没有好坏，是看我们自己怎样运用。那第三副牌的朋友，在你的能量当中，我就感觉到了这种黑白的五颜六色的各个层面的你，就是就打个比方，就像是不同的面具，但是这所有的面具呢，它又不是假的，它又是真正的你。所以你要相信的是，无论你以怎样的一个状态，或者是以怎样的一个不同的时期吧，是怎样去面对自己也好，是面对外界也好，你要更多的去拥抱这个自己。因为宇宙在讲你的这一生可能会通过螺旋上升的这个方式我觉得是宇宙要激发你，或者是让你感受到各个层面，我觉得是你灵魂所追寻的，你灵魂所渴望的一种表达。OK， 是表达。好，这个呢是我们的第一个这个是3个月相 Triple Moon。 所以这张牌其实我会觉得，也就是说未来你的成功，你会发现自己其实是可以非常灵活的可以应对很多很多状况的。而且呢在你的性格当中，我觉得你是可以做调整的这边呢比较像是一个转型者的感觉你可以做到转型者的这个能力你可以去变化你的这种说话方式，你可以去变化你的性格，你可以去变化你的为人处事的这种我觉得是一种感觉因为你可以是一个多变的八面玲珑的自己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怎么讲呢，就是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所以我会觉得你的人生它的精彩也在于这种多样性的改变吧。Triple Moon。 OK， 那么第二个呢，未来你有多么成功，我们看到了水。 OK， 那么宇宙在讲的是你要跟水元素一起去合作，跟水元素的合作重点是去拿到疗愈，就是水元素在这边对于你来讲是一个工具，是一个小帮手，它能够帮助你去疗愈，它能够去帮助你净化你不需要的情绪，去帮你净化可能在你经历当中我们所谓的内心当中所受到的挫折，也能够帮你去再一次的去调整你的心态，你的情绪，从而可以使你继续的向前。这就是水元素对于你来讲，我觉得是第3组牌的朋友很重要的一个小工具，或者是小的一个助手。
所以水元素呢，其实在这边呢，我看到的可能更加像是大家在心里的一个很深层次的一个能量啊，它的激发和激活其实是随着你对生活呀，还有你对一些事情呢，这个在处理的过程当中啊，要去让自己去感受的。那么我觉得第三组牌的朋友，你们的能量更加像是比较，我觉得是很锋锐的感觉，而水呢，正好是你的平衡，它是你平衡主能量的一个，我觉得是小副手吧，应该这样讲。这张牌呢，其实给我的感应也非常像是说，其实未来你有可能会就是喜欢水象的人啊，你可能会喜欢水元素很多的人，就是在你的生活当中其实是需要被包容、被理解的。那么有的时候呢，第三组牌的朋友，因为你的这个能量啊，有的时候你可能会就是被别人误会。OK， 这边第三组牌的朋友，你可能会被别人误会，但是呢，你自己的心你自己要懂，你自己的比方说状态你自己要明白。无论外面的人怎么说，无论外面的人怎么对你去做一个评价，你一定要了解你自己。而且第三组牌的朋友，你们一定要切记，不要对自己过度的评价。意思就是说，不要对自己太狠。外面的人有的时候可能会在你我觉得是很厉害的时候啊，甚至都有可能会伤害到你。那么你不要去再次的伤害自己，你一定要把你的内心的水元素更多的激活，来疗愈，来保护。我觉得是真正的因为第三副牌的朋友，其实我看到很多时候啊，在你的这个能量当中，有的时候可能会是出于无奈，有的时候呢，其实也是一个你在不同的人生阶段看待不同事情的一个角度问题啊。其实第三副牌的朋友，我这边感觉到你的一些能量其实是比较现实派的，就是比较很实际的，不属于那种疯狂做梦的感觉。其实你们是有做梦的能量，但是呢，我觉得现实会把你拉回来你们其实可能有的时候会想，我也希望能够活得迷迷糊糊就是活得很自在，活得不想知道那些我们所谓的各种各样的能量吧。但是有的时候呢，在现实当中可能会逼着你去醒来，逼着你去睁开眼睛，逼着你去成长，逼着你去成熟。可是呢，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吧，也是你内心当中真正所渴望的我觉得真正所渴望的。而做梦的这个能量呢，其实无论你是做白日梦还是做现实里的梦，它其实是什么时候都可以去拥有的一个东西。所以第三副牌的朋友，你们要我觉得是更爱自己一点，好不好？多爱自己一点最后的一个牌呢，就是这个魔咒和翅膀。那么我这边呢，就会觉得这是一个隐形的翅膀了。宇宙在讲你会有非常多的好运，你会有非常好的幸运的机会。那么这个呢，它所伴随的是在你人生的一些阶段里第三副牌的朋友，可能你有的时候会去抱怨，或者是会去怨生活丢给你的一些挑战，或者是生活丢给你的一些黑暗。但是呢，你要知道的是在你的这一生当中，黑暗它不是说绝对的，在黑暗当中永远伴随着希望和光明，而且在你的能量当中，在黑暗当中却有奇迹和魔法。所以你每一次转弯的时候，你想一想，是不是有贵人相助，是不是有突如其来的机会，就是会来到你的面前。当你真的非常希望去改变的时候，是不是每一次都实现了，都对应了你的心愿？如果你去回想的话，你就知道这是怎么回事。第三组牌的朋友在你们的这个成功能量当中，不仅仅有你的努力，有你自己的这个汗水，我也看到了有贵人的相助，还有所谓的宇宙给你的祝福。宇宙非常非常的看好你们宇宙非常的看好你们，知道你们是我觉得是善良、温暖、有爱心的人。但是呢，宇宙又知道，同时你是一个宝剑你是一个宝剑，所以宝剑就是要磨，只有宝剑磨的锋利，你才能够去我们所谓的做成你想做成的事情，表达你想做的表达，并且去
实现你真正的心愿吧。那么这个心愿可能有一部分也是宇宙的心愿，所以你是和宇宙一起去合作 ，OK， 锻炼自己，磨练自己成就自己的一番事业和理想的同时，我觉得也是在表达着宇宙希望你去表达的一种神谕。OK， 所以呢，第三组牌的朋友，你们有好运加持这边你们的成功里有好运加持，有隐形的翅膀，有魔法和奇迹在为你保驾护航。好，那我们现在呢就来具体的去看了这个隐形的翅膀里面所包含的这个好运这个所谓的非常 lucky 非常幸运的这些机会这些成功点都在于哪里？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第2副牌。好，感恩宇宙。好，先来看一下这个presence， awareness， attention， reality， 对吧？ connection。 好，这个是我们的第一张44号牌。这张牌其实给我的感觉是一种亲力亲为、亲身体会，不逃避、不躲藏，在现实当中去看向我觉得是最真实的真实。这个真实有的时候不仅仅是好的事情，这个真实呢，可能也是所谓的人性里的阴暗面也是人性里的阴暗面。但是尽管如此，我觉得第3组牌的朋友，在你们的能量当中，宇宙在讲，你仍旧当场，就你仍旧在那里，你仍旧愿意去接受。这个接受是不仅仅接受，可能自己有的时候我们在讲，可能有的时候我们也有一部分的自己，连我们自己都讨厌，连我们自己都不喜欢。可是尽管如此呢，我们仍旧接受这样子的自己大家想一想，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些点你可能自己都觉得我不喜欢这个样子，我不喜欢这样子的自己，我不喜欢自己有的时候话很多，我不喜欢自己有的时候话很少，我不喜欢自己有的时候可能面对一些事情的时候会胆怯，我不喜欢自己什么事情就喜欢冲到前面去帮别人做成什么东西。可能我们每一个人在性格当中都有那样子的一个点、2个点，我们其实并不喜欢。可是呢，接受这个自己，接受自己本源里的一个能量其实是一个非常厉害的，我觉得是很厉害的一件事情。所以在这里宇宙在讲，其实你究竟这个成功点在于哪里呢？我看到的是热爱，我看到的是能够看到别人就是不愿意看到或者是不喜欢看到的东西。这张牌让我看到了你的慧眼，OK， 你的慧眼。所以第3组牌的朋友，你有慧眼识人的能力。这个慧眼识人呢，看你怎么运用。第一个呢，我觉得你如果是比方说就是看人看得很准看得很深，这个能力呢可能会从你看自己就是开始去发展或者是培养了这张牌让我看到是你慧眼识人，你看待事情有自己的一个见解，有自己的一个角度。那么你看待每一个人，我觉得你看待他们的这个角度方式也会和大众有点不一样。那如果把你放在一个慧眼识人的角度，或者是慧眼识人的一个平台里，你就能够发挥你的强项。你可以把不同的人放在他们最适合的岗位角色里面去为你所用，或者是为这个组织所用，或者是为这个大的一个社区所用，让每一个人的优点和优势都得以发挥，并且悄悄的就规避了每一个人的缺点。所以你有很强的统筹的能力第3组牌的朋友，你有很强的统筹的能力。那么这边呢，我也看到可能对于第3组牌的朋友来讲，随着你年龄的增长，随着你阅历的提升，你的情商会很高。你们可能会是一群情商很高的人，所以你们非常的会和不同的人打交道我们有一句话怎么讲？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这句话听起来好像不好听，但有的时候却很好用。也就是说，不能够对所有的人都讲同样的话，对所有的人都用同样的方式去沟通，因为每一个人能够听懂的，每一个人能够接受的不一样，就像每一个人的能量层级不同是一样的道理。那第3组牌的朋友，你们的能量是能够让
我觉得是很多人不同的人都能够感受到，能够跟你有亲密的连接。这个连接不是感情的，只是别人会觉得说你可以理解他。OK， 我们平常啊，一般都可以去理解跟自己很类似的人，但是当我们去连接不同能量的时候，不同类型的人的时候，对于我们本身的能量来讲是一种挑战，对不对？但是呢，第三组牌的朋友啊，随着这个我们刚才讲的，你可以去跟不同的、很不一样的族群的人交朋友，跟他们连接在一起，跟他们打成一片啊。所以我这边看到很多第三组牌的朋友，就是你们的这种。可能你们会有很强大的朋友圈啊，你们的成功在于你们会有很强大的关系网，你们还会在不同的社会的这种圈子里啊，结识不同的人，而且会有很多的助缘，对，会有很多的助缘，你们的关系的网络非常的强大，好不好？看得很准啊，看得很深，看得很透彻，慧眼识人。OK。好，来看一下第二张牌啊。OK，emotions，好。我刚才讲过一个能量，大家还记得吗？最先开始我说了一个能量，我说面具啊，我说的是面具。第三组牌的朋友，我刚才讲过面具的能量。面具的能量，它本身可能会是一个能量的原型，能量本身没有问题，看我们怎么去运用。那么这张面具对于你来讲，还跟情绪有关。所以第三副牌的朋友，在你的性格当中是多层面的。你有的时候可能在情绪的影响之下，你会呈现不同的样子，不同的一个状态。这些情绪的状态和情绪的样子，能够在不同的时机为你所用。在你人生不断的去往上攀登的过程，你也会收获不同的面具。这些面具呢，既是你的宝器，也是你的一个护身符啊，也是你的护身符。同时呢，也会是你的魅力直之所在。我们讲有些人呢是千变美人啊，当然不是说你是一定会是女生，也有可能男生朋友在听第三组嘛。但是我觉得你是可以去连接 channel 不同的情绪，不同的自己啊。来为你所用，去帮你达成在某一个特定时期你想要去做成的事啊，这个就是 emotions。那么在这样子能量当中呢，第三组牌的朋友，我看到最后就是这个成功对于你来讲，我觉得你是一个情绪的控制者你是情绪里的王，你是情绪里的王。我们看这个圣杯七，所有的鱼儿，他们这个头上都有不同的这个宝石，代表着我刚才讲可以是这个面具，也可以是你的能力，他们都在围绕着这个圣杯，这个水 OK 是个水，这个水呢可能是我们的灵魂，这个水可能是我们的真心，我们不变真心，我们不变初心，但是我们却能够在这个社会这个地球里周旋。我们的这张牌 Triple Moon 3个月它讲的是上有这个神灵的 divine， 下有地球的 earthly， 也就是我们在神和凡人神和凡人之间，我们什么时候是凡人？我们跟地球的人类去相处，我们去做地球上的事，我们就是地球里的凡人。我们去连接这个精神力，我们去用我们的情感，我们去用我们的灵魂，我们去连接这个灵魂当中的一些讯息的时候，我们就是跟神对话。所以第三号牌的朋友，我觉得在你们的这个能量当中，我也感受到了非常强烈的一种神性也好，或者是一种强烈的对于世俗和精神世界的一种，我觉得是一种把控和平衡，在你们这边的能量里是最强烈的。不仅仅是精神和情绪，同时还能够连接到地球，在凡夫或者是在俗尘里面能够去游刃有余。 OK， 好，我们来看具体的我们对应到个人成长、事业、财富、情感和家庭里，我们来看一下关于你的这个成功究竟会是怎样的。感恩宇宙。好，
第一张牌是权杖国王，金币五，女帝，魔法师。好，这边我还听到了一个补充的能量吧，关于这个未来的成功啊，有一些朋友呢，这边我觉得你们也有非常强烈的一种就是侠士精神啊，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听到这个能量啊，就是在这个权杖骑士这边啊，那么这个侠士精神呢，可能啊，它所对应的是你可以在这个我们讲的这个世间吧，就是可以跟不同的人交朋友嘛。再一个呢，就是你可能会选择一个比较自由的生活方式啊，自由的生活方式可能会是，比方说去不同的地点呐，交不同文化背景的朋友啊，或者是说，让自己可以有更多的冒险，有更多的人生的经历啊。这个冒险可能是说，我要去看不同的风景，我要去结识不同的这个朋友，我要去感受不同的文化，我要去跟不同的跟我背景不一样的人去交流，看他们是怎样的生活，看他们是怎样的一个思想，看他们是以怎样的方式去比方说追逐他们的梦。所以这张权杖其实让我看到了你生命当中满满的热情。那么第三组牌的朋友，如果你现在还小的话，其实我会很建议你就是多出去走走看看，因为你们的这个能量权杖骑士有那种游侠，就是我走到哪里我就可以在那个地方扎下来，我走到哪里就是我的热爱，我就可以在那个地方生根发芽。所以如果你年龄还小，多走走多看看，让自己多一些的阅历多一些的阅历，那么对于你无论是技能来讲，还是你的这个情商的培养来讲，还是说你对这个现实的一种认知来讲，都会非常非常的有好处。 OK， 这个是权杖骑士。这张牌呢，其实我同样还看到了一点，就是对于情感当中，因为我们今天也有情感嘛，我觉得第三组牌的朋友，你们的能量里桃花很多，你们的桃花可能会是最多的一个族群。这个能量呢，在于你们的魅力指数，在于你们的这种热情度，在于你们可能对于每一件事情，只要是你认定，你都会是全心全意的爱。可是这个能量会稍微有一点，就是说最后能够跟你长期发展的那个人，可能得跟你有真正的一些或者是很特别的一些连接我这边是觉得你的情感，你的桃花可能是很丰富的，你不要担心你的爱人，你的爱人就是爱你的人，或者是你可能会爱的人这个样子，或者是这个状态，或者是他们的一些特点，都有可能是大不相同的。但是呢，我觉得都可以去走入你的心，你都可能去跟他们连接。那么最后要跟你定下来的人，那肯定是跟你最契合，或者是你最难忘的他，是吧？这个是权杖骑士好，第二张牌呢就是金币五了。金币五这张牌呢，我看到的是我最先开始连接到的是个所谓的大起大落以及螺旋上扬的能量。也就是说，第三组牌的朋友，对于你们的金钱运，你们的财富运你们不要去就是去悲叹一些事情，因为这边我看到可能你们有一些人的就是起点和资源稍稍的略显逊色，可是呢起点不是终点，对不对？起点不是终点。我这边就是看到你们未来会很成功，会很富裕，会很有钱，或者是可以做很多你们想做的事情，发扬你们想发扬的东西。可是这个金币五在告诉我，你们可能会对于手上的资源总是觉得有一点不够觉得这个资源不够。这个金币五呢，代表着你们需要去突破这个极限。宇宙呢，它给你的这个所谓的隐形的翅膀可能不是钱第三组牌了嘛，不是钱，不是资源，而是机会。只要你愿意去追寻，只要你愿意去寻找，你就一定会遇到很多的贵人。因为金币五的能量，它有一个很强烈的指引，就是要去敲别人的门，就是要去找别人帮忙。那你可能第三组牌了，如果你
不能够去比方说放下面子啊，或者是走出你自己的恐惧啊，或者是自己在那一个人苦啊，那你就要想一想了。因为我看到这个能量啊，它指向的这个导向就是把你引到多去跟人打交道，多去看几个嘴脸，多去接受几个拒绝，你就一定能遇到那个贵人，那个好人，那个想帮你的人，那个想跟你一起组队的人，你就能碰到他们。那么这些所谓的拒绝，这些所谓的冷脸，你所遇到的，他们将会是成为你情商超级高这个对人类的这个我们在讲人性超级清楚，以及你多个情绪当中的这个面具所形成的必要条件之一。所以第三组牌的朋友，你们的人生是比较，我觉得是有这种可能会有一点所谓的坎坷，但是坎坷当中呢，又蕴藏着很多的机会，魔法和奇迹。我们这边魔法的能量出现2次了。第一个是隐形的翅膀，宇宙在讲我给你的东西是好运，我给你的东西是好的机会。那么第二个呢，我们看到魔法师，这就是你自己意识层级的觉醒，你自己开始意识到你想做什么样子的人，你想成为什么样子的人，你想成就什么样子的事情第三组牌的朋友，你们要自己清楚自己的目标，自己清楚自己是谁。当你自己的意识层面觉醒的时候，就将是你腾飞的时候。无论你现在或者是过去我们在看到这个金布它有多么的让你觉得痛苦倒霉，让你觉得不公平的东西，请你把它给换一个角度，你要去寻找。可能就这一点对于第三组牌的朋友来讲，可能是最大的挑战，你一定要出去寻找，要主动的去寻找。权杖骑士，只要当你踏上这条寻找之路，你就会看到超级多的机会，超级多的好运，还有很多的贵人在这个路途当中等你去发掘，等你去连接我这边看到连接 connection。 如果你想一想，你一出来你就是哇什么都有金汤匙你还需要去找别人吗？你还需要去找别人帮忙吗？你还需要去探险吗？你就不需要了。所以当宇宙给了你一个东西的时候，看起来好像这是什么，但事实上它的背后所蕴藏的东西，可能是我们当前立刻马上没有办法读懂的。可是我们走到前面去，往前多走一走，回头看，就能明白了就能明白了。 OK， 好，那最后的这张牌呢，就是女帝牌。这张牌是最厉害的，女帝牌代表着绝对的孕育能力，它代表着绝对的一种富裕和富足的感觉。女帝的这个头发上面长满了星星，它代表着希望，它代表着幸运，它代表着指引。而且这个女帝大家看，她是多么的坚定，多么的有决心，她要一路向前，她要继续寻找，她要去寻找她心中最理想的那个自己，和她心中最想遇到的那一个人。所以呢，第三组牌的朋友，你们的能量我觉得是你们成熟一些。你们之前会遇到很多桃花，但是我觉得你们的家庭，你们的情感其实它可能会在后一点晚一点的时候，你们才会真正的想定下来。而在你们的这一精彩的人生当中，我觉得情感和桃花未必是你们的最想追逐的东西，但是你们却能够在追逐自己的过程当中遇到很多的桃花，遇到很多的情感，遇到很多的我们所谓的爱情。那么最后呢，跟你定下来的人可能会是你的战友，不仅仅是简单的喜欢心动，而是可能这个人能够陪你走得很远。我觉得是这样子的一个人，会跟你真正的在情感当中定下来，并且在情感当中跟你组建家庭。那么对于财富的运势来讲的话，我觉得是起点稍稍有点低，但是终点却很高 Empress。 而且这个终点我看到的能量取决于你。如果第三组牌的朋友，你们觉得这个起点不公平，或者是一直都没有办法去走出去的话，那么这个能量它需要你去开拓。就是你如果坐在那里等的话，你可能就会觉得就是不舒服，你会觉得不够用，你会觉得好像不公平。但是只要你出去探寻，你开始去寻找，你看权杖骑士去寻找，女帝牌你去发展，你去不断的学习，你不断的向前推进，那么这个极限是没有上限的。
OK， 这个是没有上限的一个财富运势啊，机会非常非常的多，只要你想继续向上，就会不断的有好运和机会会落在你的身上。你的身后有隐形的翅膀，第3组牌的朋友，你们知道吗？你们有用它吗？你们有用它飞起来过吗？好，那这里呢就是第3副牌的朋友啊，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啊，关于这个未来你有多么的成功，那哪些方面呢会成功的一个运势的解析。那么今天的这个能量讯息呢，我们就连接到这里，希望能够对你有所指引。我们下期再见，拜拜。